我奉劝现在有些姑娘哈，千万不要再妄想着可以依靠婚姻去跨越阶层了，会非常非常的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那种创一代也好，富二代也好，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乏肤白貌美大长腿的美女。同学朋友、夜店 KTV 还有一些边缘行业里面有的是大美女。只要是你是个普普通通家庭出身的女孩，如果再加上学历还一般般，经济上也不怎么独立的话，就算你长得再美丽，也最多成为一个被短择的对象。更何况啊，你如果还整过容啊，那就更别想这事儿了啊。他们这些人啊，见过太多了，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们绝对不会拿自己后代的基因去开玩笑的啊。有的富二代在择偶的时候啊，根本由不得他自己，不管他有多喜欢你，最后还得跟父母过那一关。所以这些条件很好的男生，他们在找女朋友和结婚对象的时候标准根本不一样。找女朋友的时候，他们只需要你年轻漂亮就行了，但是如果他们要找老婆，那就不仅仅是看年轻漂亮了，还会有很多附加的要求，比如学历啦、家境啦、工作环境啦等等都要看，最好是门当户对的姑娘。所以现在有些女孩想通过自己的颜值跨越阶层，找个富豪或者是有钱人的男孩嫁了，真的很难很难。所以一个条件一般但是长相漂亮的姑娘一定要现实一点，找对象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参考某位前男友去找。你懂我说的意思吗？啊，你可能对你的感情经历会有些误会，明白吗？我最近呢问了一位男粉丝，为什么你条件这么好，现在都40多岁了还定不下来呢？你是不想结婚吗？还是有恐婚症啊？他说了一番话啊，令我挺惊讶的。这位男士呢，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高知家庭，家境很好。他32岁的时候呢，从体制内啊辞职了，下海从商。他凭借自己的能力，生意越来越好。目前公司呢年利润丰厚，尽管呢现在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他的公司业务呢仍然屹立不倒啊，平稳的过渡了口罩低迷期，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总体来说呢，是一位挺成功也挺成熟的优秀男士。按说呢，他这样的男人找个结婚对象应该不是很难的吧？可是听了他的一席话之后啊，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明白的人，他把人心看得太透了啊。可能现在的婚恋大环境确实是不太友好的。他说呢，10几年来他谈过无数的女朋友，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啊，并且呢记忆比较深刻的也就2、3个。他总结说啊，这些年啊接触过的女孩子啊，说实话，真正想娶回家的，或者说能够胜任妻子这个角色的女人是很少的。当然啊，我们不排除啊他有一些挑剔的因素，但是他讲的有些东西真的是现实存在的呀。他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女人啊根本就不适合结婚呢？首先一个就是她们真的很自私，即便是双方有爱情为基础的也毫不例外，每个人啊想的都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我要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能得到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多。他们并不懂得关心对方的需求是什么，我可以给对方带来什么呢？很多的女人认为自己长得漂亮就可以有大把的男人挑选，总是希望男人呢像舔狗似的追求她，而自己呢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大部分时候啊，真正比较成功的男人或者说优质的男人都不会是舔狗啊，人家也有大把的女人可以挑选，到最后真正娶回家的都是些长相端庄、性格温和、懂礼数、有教养的好女人。所以啊，感情的付出仍然是需要对等的，他们很多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其次呀，现在的女人呢物欲太强了啊，无论美丑，只要是遇到喜欢自己的男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男人会不会给她花钱啊，花得多就是真爱他，花得少就是骗子。交往初期要考验男人的诚意，钱是标准，结婚要彩礼，要看男人的态度，还是以钱为标准。嘘寒问暖的就成了他们口中的渣男了啊，规划未来的就成了他们给他们画大饼的。谈感情的呢，就说你想白嫖，男人比较节省呢，就说抠门小气没诚意。现在的女人有几个愿意跟你谈感情的呀？个个都跟你谈钱啊，就让你喜欢不起来呀。那谁还愿意娶这样的女人回家呢？最后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女人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想做饭，不想做家务，她甚至都不想生孩子，只想自己享乐，也不会照顾老人，不会照顾老公啊。大小姐脾气还很大，动不动就跟你闹离婚。以前的人啊，结了婚就是一辈子呀。所以男人啊，他敢为了这个家庭啊，为了婚姻去付出他的一切。而现在的人呢，结了婚2年就离了，
他哪还敢拿他的所有去赌呢？他赌不起呀，他也怕赌输了呀。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晚婚晚育嘛甚至不婚不育，那真的是因为男人不敢轻易的娶啊。你们觉得他分析的有道理吗？咱们评论区来说说。为什么你会成为大龄剩女呢？因为你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最近呢，有个87年的女生跟我吐槽她说她相亲相了5、6年了，相了不下100多个男生，为什么她总是不成呢？而且呢，要么就是好不容易找到个合适的，两个人接触起来呢，又总是磕磕绊绊的不顺利。而且呢，我觉得自己的年龄越大呀，遇到的男生就越奇葩，感觉呢遇不到一个正常人。有那种情商太低的说话太直太伤人了。比如说有一次吧，有个男生见面第一次就跟我说，哎呀，你跟照片怎么差距这么大呀？我差点不敢跟你打招呼怕认错人了。我当时那个尴尬都没法形容弄得我挺难堪的，我都想马上走人算了，真的是个下头男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做人做事他不在正常的认知范围内，让人无法理解。比如说有一次有个男生跟我接触了1个多月我觉得我们俩不太合适我就跟他说我们不处了。结果你知道怎么着吗？人家说让我把他送我的东西全还给他还要算清楚这段时间花的所有的花销要求 AA 分账，把另外的一部分转给他。我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这还算不算个男人有没有点气度难怪他脱不了单，找不到女朋友，这不是活该单身吗？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巨抠无比的出来见面都不请吃个饭而是去逛公园，公园门票就10几块钱，他还问人家售票的最近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真的是佩服这位了极致的葛朗台守财奴我都感受到了未来的生活场景会是什么样，直接给我看傻眼了呀。那好吧总之这样的人还遇到过好多好多，简直都太奇葩了。那我就问他了那你知道为什么自己也单到了现在吗？你找过自己的问题吗？我说呢，不是男生都奇葩，你不觉得你自己才奇葩吗？首先你说你把你那个照片 P 成另外一个人了，人家没有认出来，有毛病吗？这不很正常的吗？这个其实是你的问题你这跟欺骗都没什么区别了。这个事儿怎么能说是男生奇葩呢？另外你说分手之后人家跟你要回东西，你觉得他的行为简直太过激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生在还没有跟对方确定关系之前就接受人家的东西，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太合适，对不对？如果不能继续那本来就应该还给他的。男生想跟你 AA，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过分男生们其实他不是真的介意这点钱，他们只不过是讨厌女生们接受他们在这些物质上的付出而女生还觉得理所当然这种态度。你说男生约会特别抠门你也不想一想，都这个岁数的男生了，在他过去的经验里边可能已经在相亲恋爱这件事情上花了不少冤枉钱了，最后还不一定能成，那他为什么还要为一个未知的结果去买单呢？你们才刚刚认识嘛。虽然去公园这种地方你可能觉得太不重视你了，但是男生想的是这样也一样可以聊天说话互相了解没有必要非得去吃大餐花那些冤枉钱吧他们就是想把成本降到最低，还不是被一个个之前的女生们给调教出来的，他们也怕了你们了，难道不是吗？咱们把这个事儿反过来说，如果相亲谈恋爱都是女生来负责大部分开销的话，那你愿不愿意5年之内请那100多个男生吃大餐呢？大家觉得他们会不会请你们吃呢？离婚的女人真的是很吃香吗？最近呢，我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说这个离婚带娃的女人男人都在抢。你们觉得这个话有没有毛病我做婚恋这么多年了，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离婚的女人会被男人去哄抢的只有被嫌弃被拒绝。去年有一个离婚带娃的明星来找过我们那么漂亮的女人仍然是被嫌弃被拒绝的，我们也帮不了她。在相亲市场上，如果你是一个离异女人，即便是你没有生过孩子，你也基本上不会被那些未婚男士选择到，你更不会被那些经济条件特别特别好的男人选择。哪怕他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也有大把的未婚的还比你年轻漂亮的女人愿意选择他，愿意嫁给他。更何况你还有一个孩子一个离过婚生过孩子的年纪不小的女人，怎么可能被男人去哄抢谁来抢你那些山里的穷光棍们吗他们恐怕连自己都养不活，还别说给你养孩子了。有的离婚的女人再找伴侣的时候，那提出的条件
比他20几岁年轻的时候提出的条件还要高啊。我们介绍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不管你长得多漂亮啊，男人只要听到你离婚啊，要是还带个娃呀，基本上连面都不愿意见啊。特别是那些带男孩的，因为现在没有这种大冤种了，谁还愿意跟你去养孩子呀？而且呢，还是个男孩，即便是你没有经济负担、经济条件特别好的那种女人啊，男人他呀也没几个愿意的，他们就是很介意男孩，他们不傻，你觉得呢？啊，那这些女人吧哈，有可能她好不容易还找到一个愿意跟她结婚的，她还要张口要彩礼啊，还要的不少。我倒不是说你不能要哈，这个事儿吧，咱都这么大的人了，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啊？啊，那种毒鸡汤说那种毒鸡汤的人哈，我真的是啊，你恐怕精神有问题是不是啊？你是幻想症吧？出来哎说这种话啊，害得这些离婚的女人自己都找不着北啊，她们最后根本就嫁不出去，你们说对不对？